嗨，欢迎来到西岸佳佳，我是佳姐。今天要讲的是关于产品管理的话题。跟想要踏入科技业的朋友聊天，有的时候会聊到我对那个 PM 很有兴趣啊，需要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需要写程式吗？那我就问说，好啊，你是说这个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呢，还是 Program Manager 专案经理呢？这两个有不一样吗？是差在哪里？那这两大 He 呢，在稍具规模的科技公司呢，都一定会有，缺一不可。可是它偏偏名字又超响的，所以听起来就很悬。那今天在西岸佳佳就来给有兴趣的朋友们做个介绍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和 Program Manager 专案经理，他们都在做什么？然后需要什么样的背景？最后哪个更适合我呢？那我们先从产品经理开始吧。我发现大概10年前，产品经理这个职位在大学生和硕士生中变得很流行，很多人就对这个职位非常的向往。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产品经理的原因咯。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手上的科技产品越来越多，那很多人受到科技业优秀的产品领袖的启发。比如说大家可以想到最经典的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或者是说现在在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 CEO Sundar Pichai， 他也是做产品出身的。他曾经任 Google Chrome 和 Google Chrome OS 的产品经理，那 Chrome 真的是还蛮好用的。那有些人呢，本身是技术出身，他想要转一个比较商业取向的工作。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是说，产品经理呢，你是像一个小的 CEO， 同时可以培养领导力，还有你的远见。总之听起来呢，就是一个很不错、很高大上的一个职位啦。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产品经理，我觉得你要有远见是绝对没错的。不过远见的另一面呢，则是你也要非常的有执行力。也就是说，无论再怎么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呢，不管是没有人开头，还是说有人开头了，但你没人把它做完，那就是你的责任。在这份工作里，我常常想到美国总统杜鲁门 Harry Truman， 他讲过一句名言，然后他放在他办公桌上，他写说 The buck stops here， 意思就是说，这个责任到了我这里，他也不会给推卸给别人。那产品经理的工作说起来真的是很多也很杂。那我今天还要再讲专案经理嘛，所以我先用比较大的框架来稍微涵盖一下。产品经理呢，总而言之是，首先你是个产品的负责人，再来呢，你也是用户的代言人。那要做到这2点呢，产品经理的工作本身可以分成3个方面。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开始讲好了。首先呢，产品经理呢要对市场的机会做分析，他要锁定用户，他还要规划产品的蓝图，然后在这个蓝图里面呢，分析专案的优先级，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当你找到机会了以后，你就要跟工程师、设计师等等的去开始构想、开发你的产品本身。那开发产品本身可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好的产品经理呢，可以找到机会把这个过程稍微缩短一点，而且不断推出新的产品。那第3点就是产品本身的发布，那你不仅仅是要去协助你的营运团队去把这个产品发布，你还要确保说，你的用户对于这个产品是喜欢的，然后接着再去找下一个机会。当然啦，产品经理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自己做。产品经理其实最大的贡献呢，是给你的团队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让你的团队去了解说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因此让你的团队去发挥他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长才，一起合作去创造一个很优秀的产品。那我来举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在一个比较大的科技公司工作嘛，所以要合作的人也蛮多的。那我在分析市场机会的阶段呢，我就会跟研究员一起访问客户，去了解客户的痛点，我们叫 pain points，然后再跟数据分析师一起计算说，我解决了这个痛点，我可以给产品带来什么优势，我可以给公司创造多少价值。当我确定产品新方向了以后呢，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当然也要跟产品的 UI 或是 UX 设计师还有工程师一起进行脑力激荡，尝试出不同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面也要想说，我们的技术是不是可行的，那我们的设计是不是可用的，那还要考虑说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产业，常常还要跟法规专家去确认说在不同国际市场的相应的法规政策。
那这个时候你产品还没做出来哦，但是感觉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那接着你还要跟工程师一起把产品做出来。很多矽谷的科技公司呢，会用这个敏捷产品开发方法，英文叫做 Agile。那产品经理呢，也要对这个方法非常的熟悉。你要把你产品的需求写在这个用户故事里面，交给工程师。那好，花了一段时间，产品做好了以后呢，接着你要跟行销部门一起去把这个产品上线，确保你的客户是喜欢的。这么说起来，责任真的很多，对不对？那不同的科技公司对于产品经理的背景要求，有的时候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 Google， 它通常对于产品经理的这个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它通常希望说，你也有一个编程，或者是起码有工程的背景。那 Amazon 的话呢，对于产品经理有一个商学的一个偏好。所以在 Amazon， 比如说你要申请比较资深的产品经理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是做产品出身的，但是呢，他会希望你有一个 MBA。所以根据公司产业的不同，对产品经理的要求也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分析、观察、总结一下。那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产品呢？当然，做产品经理的这个特质要很多，不过我先来讲一讲几个比较基本的特质好了。第一点呢，是你要热爱科技。那这不仅仅是说，我这有一只 iPhone 啊，然后我觉得这 iPhone 很好用啊，然后每天都用这样子，而是呢，你要能够结合用户体验和技术实现的角度去了解这个 iPhone 上面的 App 或是 iPhone 本身是怎么样实现的。你应该要试着回答说，好，这个 App 它很好用，它是为谁所用？为什么它的用户体验是好的？因为它帮谁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继续思考说，那我能够把它怎么样做得更好呢？那一般产品市场的可以分成几块，你可以分成硬件、软件、B2B、B2C、Web、Mobile、iOS、Android 等等等等。那这些区块呢，通常是由不同的产品经理所负责的。那我建议你，如果你想要转做产品的话，你可以结合你目前的一个经验，然后专注于某一块的用户需求，成为那方面的专家。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你转去做产品会是很有帮助的。第二点呢，是产品经理你应该要了解商业，产品经理应该有能力去解锁一项产品它的商业价值。比如说这个产品应该如何变现，我们预估它能够变现多少。那如果它不是直接变现的产品，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公司在策略上面带来一些效益？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比如说用户群啊？是不是可以增加其他能够变现产品的价值？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 Amazon Prime 用户非常的多，那它不断的增加新功能，就是这个道理。它使这个 Amazon Prime 本身对用户来说越来越好用，然后因此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去使用这个 Amazon Prime。那能够解锁商业价值非常重要，是因为当工程师和设计师他们在辛苦的把你的元件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要靠的是你去证明说这个产品他们的努力是真正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产品能够真正的为公司带来效益。因此呢，我建议你对商业环境一定要有所了解，然后熟用像 Excel 啊、PowerPoint 这样的工具去做一个分析和沟通的方法。那再讲第三个特质，第三个特质是领导力。其实刚才已经讲到蛮多了，产品经理要合作的人非常多，而且你会发现说这些合作伙伴呢，他可能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专业经验，在公司里的职位可能也比你高，所以你要用强硬的方法去跟他理论，告诉他说，这个就要怎么做是行不通的。你可能要做的是去建立一个合作关系，然后用鼓舞的方法让大家一同完成一个项目。我听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你要领导而非命令， Lead don't command。 我觉得这个对于产品经理来说是很受用的。那不管你现在的工作为何，或是可能还在念书好了，如果你发现说我常常有好点子啊，然后我可以领导聚集不同的人一起把这个点子做得很棒很有声有色的话，那说明你很可能具有产品经理需要的领导力哦。好了，那产品经理说很多，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 P， 那就是 Program Manager 专案经理。那有的时候呢也叫做项目经理或者是交付经理，它也是另一个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跟产品经理一样呢，他也需要做很多沟通，也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但是他的职责重心跟产品经理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他的重心不是在规划这个产品一代一代的蓝图，而是比较着重于营运方面，来确保一个专案能够高效的执行。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一个 program manager 他有2个重点。第一点呢，他要对公司各种目标、资源等有一个宏观的认识。第二点呢，是他要能够清楚的把公司的资源、人才做最好的安排，然后要达到效益的最佳化，因此在制定的时间内能够最省钱的完成一个专案。那专案经理这个职位在大一点的公司里面比较多，那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想想看，公司变大，部门变多了，就很容易造成谷仓效应 （silo effect）。silo effect 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你在这边有一个部门，在那边有个部门，那不同的部门他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要愿意沟通，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可能重复，或是不相容，又要重新再做，或者是说我们对目标的理解不太一样，造成我已经做好啦，可能你怎么还没做？那这一些对于效率和质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供应链环环相扣的公司，对专案经理也有很大的需求。比如说 Apple、Amazon， 通常每一年都会招聘很多专案经理。那像我们刚刚讲的，专案经理对公司的资源要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能够预测到说，在这个环节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那接着他也要有能力去帮团队、帮公司解决这个瓶颈。那如果像刚刚讲的，产品经理有点像是一个小的 CEO， 那我觉得专案经理更是像一个小的 COO， 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在苹果目前的执行长 Tim Cook 就是在苹果做营运出身的。那现在也要讲一下说什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在科技业做专案经理呢？那当然除了对科技的了解、领导力等等，我觉得做一个好的专案经理呢，你还需要几个以下特质。第一点呢，就是你效率是高的。如果你看一个问题，你总是很清楚说，我知道这个是要做的，这个是不要做的，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说是重要的，这个是不重要的，那我觉得你就非常适合。特别是你合作的对象是很多很有才华，然后又很有好奇心的工程师啊、产品经理啊，那他们或我们的手上可能会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很容易分心，这是真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好的专案经理去做协调，然后帮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快的方法。那再来就是说，我发现好的专案经理，他都非常有条理。即使他们常常手上可能有很多专案，但是每一个专案他们都会握有很清楚详细的计划。那我发现他们爱用的工具通常是 Excel， 要不然就是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ERP systems。那如果你发现说，出门玩的时候总是你在规划大家的行程，而且你总是准备好了方案 A、B、C、D，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那说明你应该是有这个专案经理需要的特质哦。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要有协调的能力。你会发现说，不管申请哪一个公司的专案经理呢，跨功能 cross-functional 可以说是一个关键字。跨功能团队协调的好呢，可以做出非常精彩、非常棒的产品。但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把大家就丢在一起开个会就可以达成的。那专案经理便是这个跨功能团队的一个建设者，他可以让不同才华、不同能力的人围绕在一个相同的目标工作，而且能够实时的沟通，让小问题不会变成大问题，而是把小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很柔软的身段，但是要非常坚强的意志力。那第三点的话，就是领导力还有对科技的热爱。不过这个在产品经理里面说的比较多，所以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总结吧。Product Manager， 你是产品的负责人，也是用户的代言人。Program Manager， 你呢是跨部门的协调者，也是资源的总和者。那我还要再多加一句你会发现说，有些技术比较高的公司或者产品，它会相应需要一个技术能力更强的产品经理和专案经理，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在他们的职位面前会多加了一个字 technical， 就会变成 technical product manager 和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那他们的工作当然技术性会更强一些，他们的待遇通常也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以后也一起讲一讲。那以上的这个分析呢，是根据我自己在科技公司的经验，当然还有问了一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的他们的经验，也对了一些总部在美国西岸的科技公司做了研究和分析。当然不同的公司它的职位、它的产品当然也是很不一样的。那对做产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你可以做个参考，去衡量一下说，如果我想要进入科技业，如果我想要做产品的话，我更适合哪一个呢？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呢有任何问题啊、想法啊，还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哦。如果你觉得有朋友对今天的内容可以产生共鸣的话，还请你分享给他。如果你对于西岸科技、生活、经济、商业有兴趣的话呢，也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那西岸家家，我们下次再见喽。